好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道正法师。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一讲继续讲这个周立波和唐爽之间撕逼的这件事情哈。为什么又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之前做了个视频，我讲这个唐爽一旦发了这个采访之后呢，有可能就会这个事情会有翻转啊。那么有翻转的话呢，这个事情呢，我就有的讲。所以呢，这次呢，他果然就是去接受了个采访，接受了个局面的这个采访哈。然后这个采访呢，我一共1个多小时啊，上下两集我都看完了啊，当中有一部分剪辑，但是呢，很好的也能表现这个唐爽的这个一部分他讲的东西的真实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我对这个唐爽采访的这个几点看法吧。第一个看法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唐爽的采访，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诚恳哈，这90%的地方应该都是实话哈，都应该是讲真的。因为就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从容不迫哈，精神镇定哈，呼吸正常哈，眼睛什么各个方面的这些表现呢，都非常非常的放松啊，就英文叫 relax 哈，就所以说它当中90%的部分呢应该是真的。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细节特别的详实，包括就是说他这个对这个现场的这个重现呢，就比周立波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那些信息来讲呢，这个重现的这个角度呢，就很真实哈。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这个开车的时候是这样怎么样啊？开车的时候是什么蛇形？他的周立波又喝了酒，然后什么2只胳膊在支方向盘，一只手拿 iPad， 一只手在看手机什么的，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真实的哈，非常详尽的。那么所以呢，这些部分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相信的哈，都是值得取信的。那么所以呢，那么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从这我认为真实的部分呢，得出一些结论呢，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周立波的英文确实是非常的不好啊。这个唐爽里面描述的这个周立波的这个英文都是按单词在蹦的哈，都是蹦单词的，然后说来说去就 my daughter， 然后就说，因为他这个英文不好到这个程度呢，所以呢，他也有了很多幻觉哈。他说这个有什么他有听到什么一周立波秀啊，什么赶快放我出去，就是说他是一个在中国这么有人气的人，靠中文来过赚钱的一个人，结果他发现在美国他这个中文不通的情况下，他就变成了个残疾人。这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不管你能力多强，换一个环境你都有可能立即变成残疾人。周立波就是这种典型啊。所以他当时在那个就说什么听到一周立波秀，可能有些网友会认为他是吸毒后的表现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很正常的一个精神表现。就是如果换做你的话，你也会这样，就是到了一个环境里面，你突然从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变成了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像婴儿一样的一个人哈，就是然后呢，你这个心里产生的无助呢，就会让你产生很多幻觉哈，这就是周立波当时那个心理状况。那么同时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同时呢，也是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周立波的这个英文实在是非常非常差哈，没有办法在美国生存。所以他是这次回国呢，他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发现他在外国无法生存啊，他就算有钱在外国，他也过不了很有质量的生活。这个很有质量的生活，主要是和别人有沟通的生活，他是没办法过的。那么所以呢，他必须要在国内啊想办法赚钱啊，国内这个投资啊，国内什么就是在国内这个生存啊，所以他非常需要在毒品上面这个撇清哈，所以他就是就找了很多方法去就是说给推到某某头上啊，推到唐爽身上，就是他们发现了自己在美国没办法生存呢，就一定要在中国这个市场继续努力下去啊，这是一个周立波做这些视频的一个动机呢，在唐爽的这个采访里面呢，我们得到了一定的了解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唐爽他说没有人举报哈，这个呢是一个主观臆断哈，就是说他不是说当场有人举报哈，这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当初的这个怀疑，就是说这个周立波这个车啊，
不是他周围有人举报，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啊在举报他啊。就是说，你唐爽说没有人举报，是因为在他所看到的范围当中，因为我估计他讲的是事实，所以呢，在他所看到的范围内呢是没有人烟的啊，没有什么举目无人的，就是说不可能有人举报他们的，所以他认为是没有人举报的。但是呢，这个我看那个新京报的报道呢，他就说这个测速的原因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有人举报啊，因为是有人举报，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有人举报之后呢，发现了一个上膛的枪和一个毒品，上面都没有 DNA 和指纹，然后呢，这个导致了这个是有，就是说他这些逻辑链呢，导致了一个合理怀疑，就是说在法庭上会判这个周立波无罪的一个合理怀疑，就是说他是被人陷害的哈，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想出来的，而是说就。陪审团包括美国的律师找了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跟那个江歌案也是一样的吧，就是律师得提出各种各样的合理怀疑啊，只要他那个逻辑链是通的，他就可以这么讲。然后要不要证明这个逻辑链呢？不是律师的责任，他只是负责帮他那个辩护人脱罪嘛。所以呢，这个合理怀疑，他这个有人举报这个呢是确定的啊。这个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详细的庭审记录的话，你们可以去查，但是呢，我查不到。我能看到的就是《新京报》上面他讲是有人举报，所以呢，这次再次证明呢，就是举报这个人呢不在现场，离得很远啊。这两点呢，又导致这个周立波这个事情呢，还是有点悬疑啊。然后其实呢，最后呢，那么他90%讲的都是事实，然后我找出了这两点呢，是我新得到的一些启发。那么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唐爽还有10%的地方是不老实的哈。你比如说他讲那个收钱的问题，他讲那个35000块美金啊，2万还是25000块美金啊，那一段呢，他讲的特别支支吾吾，很结巴，和他后面的那些什么沉着应对、安静自若的那种状态相比啊，那个时候就非常紧张，然后就是很急，讲的东西呢容易前后矛盾。比如说他讲这个在美国什么有1000美金，警察就要找你这种东西啊。很明显是当场想出来的哈，是很应急的，根本就不像真的。就是说你有现金花不掉什么东西，你想想看，那个唐爽他自己在那个采访里面透露，他的工资才5000美金，他还不用现金吗？你想他收入才5000美金，他还不用现金吗？然后他还讲了那个叫这个周立波这个老婆啊，去那个帮他这个付保释金的时候啊。付保释金的时候是说到那个监狱里面去，然后给他付了4000美金。哎，我不知道哎，你在监狱是刷信用卡的吗？你之前说这个你只要出1000美金以上，那么警察就要找你麻烦，结果他付的保释金就是4000美金，那你这个不是证明你说这个东西是当场编出来的吗？根本就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逻辑梳理嘛。所以呢，这一段呢，就是有关他收钱这一段呢，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漏洞啊，他一定是在说谎，他应该就是在说谎。那么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说谎呢？我觉得呢，我的推理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在钱上面是收了钱，而且呢，他不但是在这一段呢特别支吾，而且就是他有没有受周立波资助这一段呢，他也很支吾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在国内，在比如杭州收了10万现金呢，这个他回答的非常斩钉截铁，这个应该他没有收哈。然后在成都帮他买房子这一点呢，他也回答的斩钉截铁，应该也没有帮他买。但是呢，他有没有受到过周立波的资助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啊。对，我觉得呢，他应该没有受到周立波的资助啊，他没有受到过周立波的资助，但是他受到过某某的资助啊，因为他的这个收入情况，在他那个视频来讲，他是一个月的这个工资才5000美金啊，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美国的物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5000美金在美国的话，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哈，这就是一个在 MIT 麻省理工毕业出来的一个学生，你才赚5000美金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学费你就白花了，是吧？我觉得你美国这个动辄就是几十万美金的这个学费啊，对不对？一年几十万的生活费啊，什么这样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个5000美金是比较少的啊，就是说他这个学费的，可能他如果是家里真的是很困难的话，他这个他那个学费和生活费这些东西啊，都很难维持啊，他一定是有人资助啊。那么就是
而且这个找的工作这个5000美金也不是很高，那么所以呢，他接受这个某某的资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但是他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想让人知道，他就其他地方都可以很老实，但是他呢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某某有这个金钱上的往来，好像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大家觉得这个周立波讲的那个是事实哈。那可能是因为这种考虑吧，所以他就没有说这个问题哈。你像某某借了他10000美金，是吧？他那个10000美金讲的是斩钉截铁，但是可能那个某某是借了他10000美金，但是给了他15000啊，有这个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他这个25000、35000的时候特别支吾哈，就是说，因为以他的收入条件，因为你知道了，就是赚5000美金，你不是每个月净收入5000美金，大哥，你得消费的是吧？你这个5000美金，你每个月。比如说你在美国啊，这个各种文娱消费啊，各种怎么买自己的东西啊，什么各种穿着打扮啊，什么整买点西装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花费是吧？你不是每个月都能赚那么点钱的，所以呢，实际上他呢每个月存下来钱是很有限的。就是像我们这些在日本赚钱的这些人也知道，每个月能存下来1/3到1/4就算很不错了。所以呢，他一个月的净收入可能就是存款增加可能才1000多美金，或者是2000不到这样的。那么同时呢，他可能还搞点什么投资一样的，他那些钱嘛，还要买些股票什么的，还有什么回国孝敬父母什么的。他其实手头上没什么钱哈，他比较拮据的。那么所以呢，他可能接受了这个某某的资助。他一旦接受了某某资助呢，他就有可能被国内的媒体认为是他是来陷害周立波的。但是呢，整体来讲呢，他又没有，他这个视频里面又表现得很客观哈，他也没有站在哪一边说，他就说周立波说的是假的地方呢，他尽力驳斥，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陷害完全不是某某做的，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的情报没有，所以呢，这方面呢，可能就是说他只能做到这个保持客观，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撇清和某某这个资金关系，这个是我对这个一个视频的看法。同时呢，我又开始对他和周立波的这个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哈。一个每个月只能赚5000美金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科技研究所的一个人吧，他怎么能够攀得上就是说这么上流社会的这个周立波啊？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当中最奇怪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他在讲他和周立波的关系的时候，也是吞吞吐吐哈，讲他这个怎么认识周立波的，这些都很蹊跷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难以说服别人的吧。那么我这里就只能说，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想出来的最开脑洞的一个想法吧，就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混这个上层社会啊，因为这个都是如狼似虎的这个竞争环境啊。你很难通过就是说正规的手段去混到那个上层社会，那么有可能是一种感情关系哈，一种感情关系，就是说，就是什么关系呢？对吧？你想他带着这个唐爽出去玩啊，带到他某某家里面，把那个唐爽这个当的是亲的不得了，两个人坐一架车是吧？所以你想什么关系吧？我觉得就是自己联想吧。那么所以呢，这个唐爽这个事情呢，以后呢还会有更多的事情会爆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那么整体梳理一下这个事情的结果呢，我就觉得是这个案件呢，到现在为止呢，首先就是说周立波这个确实这个枪和这个毒品呢，应该不是他的啊。就是整体来讲，就因为那个 DNA 和DNA 和指纹这个东西啊，你确实讲不清楚啊，没办法。就是连美国的法律程序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周立波的，你经过什么你这个旁人的断案，你说你想证明他是周立波的那不行，因为如果你只按照以前的那个说什么周立波什么执法行政当中的这个问题，或者他不会讲英文这2条的话，那是你可以说是他请了好律师把他脱罪了。但是你这个没有指纹和没有 DNA 这一点呢，就实际上从客观上就把那个合理怀疑的这个逻辑链条整个就给确立起来了，那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呢，就是说，周立波呢确实和这个两个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然后呢，那个枪呢，根据唐爽的那个讲的话，可能是他一个某某的一个朋友的哈，某某的一个朋友呢，然后呢听这个唐爽里面讲呢，某某也并不想陷害周立波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怎么回事呢？有可能就是一个误会哈，就是说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误会啊，拿错包了啊，怎么放错东西了，怎么样，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这个可能陷害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周立波呢，他是想尽办法把它做成陷害的这个局啊，这样呢才能洗脱他这个我们讲他这个毒品的这个背景啊，然后同时能够让他在这个国内呢继续做这个影视业啊，要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呢，这就是我在唐爽之后看到的一些想法哈。人和人之间吧，男人之间呢真的是很难信任啊。但是呢，有一种男人是可以极度信任的，就像有些男人可以很信任女人一样哈，那就是这个，对吧？我们就要讲这种关系是吧？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